大家好，今天我们就开始嵌入式开发的一个学习。首先，可能有很多初学者问，嵌入式学习的门槛会不会很高？可以这么说，20多年前确实是这样，不仅资料少，而且这个开发完很贵，要几百块钱。大厂的一个授权开发环境要上万块钱，这样只是在企业里或者是大学里使用，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说非常困难。但是在10多年前就发生了2件事情，改变了这一点。首先就是 Arduino 的一个开发生态。Arduino 就是当初一帮爱好者想搞一套易学易用的针对爱好者这么一套环境，但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主流的一个生态环境。硬件它是一个开源硬件，就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的使用环境。软件部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如说在其他的大厂的开发环境中，第一步你就是要配置这个单片机的一个配置环境。在这个配置环境的步骤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因为这个配置就可以劝退大部分的初学者。而 Arduino 的话，它简化了这个环境，而且它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的 API， 隐藏了一些底层的驱动和功能。再者，这个生态环境建立起来之后，有很多的爱好者是根据这个平台上创建模块和对应的开发软件库，所以在一些爱好者手里，你不需要配置复杂的环境，你不需要链接底层的驱动开发，你只需要使用别人开源提供的一个开发库，就可以轻松的实现非常多的功能。第二点，国产芯片的一个崛起，可以说中国国产芯片以1/10的价钱就实现了国际大厂的功能和性能，比如说意法的兼容芯片，还有就是我们之后要讲的乐新科技的这个 ESP32的芯片。这个 ESP32的芯片呢，以一杯奶茶的价钱就实现了10倍价钱的国际大厂的功能，而且有其他厂家没有的 WiFi 和蓝牙功能，在很多物联网的项目上有很多的应用。另外提一点，就是2024年年底 OpenAI 给这个 ESP32做了一套 AI 的 SDK。据说这个 SDK 出来之后，直接就导致了 ESP32芯片卖断货，可见有多火爆。另外还有说很多的 AI 初创企业也是用这个 ESP32来做开发。所以基于3点：第一点 Arduino 的一个应用性；第二点国产芯片的价格低廉；第三点 ESP32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就我这3点，我们将来首先用这个 Arduino 加 ESP32进行嵌入式学习的一个入门。好了，下面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说我们需要购买什么样的开发板和什么样的器件来进行我们以后的学习。首先是 ESP32S3 开发板，这个型号已经打到屏幕上，紧接来有详细说明。需要注意的2点：排针一定要焊好。第二点是使用 USB Type-C 的接口。另外，最近这个 Type-C 线缆是有充电用的和数据传输用的2种，一定要是用数据传输用的线。如果大家是拿不准，可以跟厂家进行询问，或者是直接跟店里有的直接就可以购买，大概30人民币的就可以拿下。我今后的教程1片就够了。是 ESP32C3 Super Mini 开发板，要求和刚才一样，2片就够了。之后就是电子 DIY 套装，需要的内容就是包括面包板、镀光线、LED 灯、电阻、电容，型号是越多越好。在之后是 Arduino 的一个45件模块套装，在这里强调一点，不需要就是花更多的钱去追求这个模块的品质。可以说这个模组程序上这些都是电子垃圾，没有办法就是长期的使用，只是给大家作为学习和练手用的。另外，我们目前的教程也不涉及焊接电路板。我觉得话，现在学习焊接会浪费很多时间在硬件调试上，这样的话大家就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我打算在基础讲完之后加入焊接的内容。最后一点，强烈大家购买一个带独立电源的 USB Hub。
原因有2个。第一个，在 USB-32 在启动 WiFi 的时候，它需要大电流，电脑的 USB 口是很难提供的，就会导致它启动不了。第二点，开发板在接错短路之后，很容易在 USB 口出现电涌，这样的话就会损坏电脑的 USB 口，甚至损坏电脑。当然，之后我们在课程中间也会讲一些这里没有提到的模块，大家可以酌情购买。这里要说一点，如果电子开发作为一个爱好，其实和钓鱼还有摄像一样，大家会花钱买一些很多的东西。我这里强调一点，最好不要这样。如果大家在实际的这个嵌入式工具当中，公司为了降成本，会让你做一些廉价的开发板来让你进行开发。这样你如果习惯了用钱堆功能、堆硬件来实现，和这个公司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就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推荐大家来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谢谢大家看到最后。下一期我估计大家已经拿到开发板了，我们继续进行讲这个环境的安装和软件程序的一个烧录。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大家喜欢，欢迎订阅，非常感谢。请给我的爸爸订阅、点赞、加关注我，谢谢。